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以前的影片发布之后还能够稳定上千，但是现在影片在发布之后，前24小时只有几十的观看量，你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被限流了，是不是被演算法针对了，是不是 YouTube 不推我了？但是今天我想直接告诉你答案，并没有被限流，你只是让系统搞不清楚你是谁，你的频道资料模型乱了。House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记得一定要订阅我频道。我整理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留言区去免费下载。我不喜欢讲玄幻的演算法评分，你可以把它想成每一个频道都有一个资料模型，这个资料模型就是 YouTube 演算法对于你频道理解，它是回答这3个问题的：你是做什么的？你是给谁看的？哪种观众看完会满意？这个模型不是一次就建立好的，它是靠你的主题，什么人点击，什么人看完，什么人连看第2支，以及你的影片解决谁的问题，靠这些因素慢慢积累出来的。如果这些讯号是一致的，那么系统就会放心的推你。但是如果说这些讯号是混乱的，那么系统就会开始保守，不是他在惩罚你，而是他现在不敢冒险。The simplest way to think about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you see in your feed, whether it's the home feed or on the watch page, is it is really a reflection of your interests as a viewer. And so when it's changing in the sense of reflecting back your interests or your personalized history of what you are watching on our platform. 大多数的频道卡住，不是因为内容太差，而是因为讯号混乱。你可能做过这些事情，你改变了频道主题，追过热门主题，在频道里面发布了不同主题类型的影片，同时模仿不同的创造者，长片一种风格，短片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你以为你在尝试突破，但是系统看到的是这个频道到底在干嘛。当系统搞不懂你，它就会降低曝光的风险。这就是很多人会误以为限流的原因，其实不是限流，而是你的频道过于混乱。那你频道的资料模型是可以重建的，有的人听到重建模型就会觉得非常抽象。那现在呢，我就讲的具体一点，它不是玄学，而是数据逻辑。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避免资料污染。我不只是让你去暂停发片，我也想让你去理解一个事情， YouTube 的推荐系统，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控制。当你频道里面最近的5部影片表现很混乱，点击率忽高忽低，观众群完全不同，有人看10秒就走了，有人是 Shorts 观众，有人是长片观众，那系统会怎么判断呢？这个频道非常不稳定，而不稳定就等于高风险，高风险就等于减少曝光。所以当你频道卡住的时候，你还在持续的乱发影片，那就是还在不断的增加不稳定的样本，这就是频道资料污染。所以你真正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做新的实验，停止转变主题，停止风格跳动，还有就是停止情绪性的发片，让系统负面性的动作能够停止扩散。这一步不是消极，而是风险止血。那第2步呢，就是建立标准样本，这一步才是关键。你要做的不是追求爆款，而是去找到你频道里面的高品质样本。那什么是高品质样本呢？不是观看数最高的，而是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首先就是观众的一致性高，流量来源相对集中，受众年龄、兴趣相对稳定。第2呢，就是观众的观看深度高，这部影片它的平均观看时长是相对于你频道的平均值是高很多的，以及呢它的影片的完播率也是比较好的。第3呢，就是延伸行为好，比如说这部影片有人点赞，有人留言，有人连续看了更多影片。那当这3种条件同时成立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就代表了这支影片给了系统非常清晰的成功范本。而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去分析这部影片它的主题是什么，它解决的痛点是什么，开场是怎么样的，它整体的结构是怎么安排的，还有就是它的受众是谁，然后你就可以复制这个模型了。不是让你去简单的复制标题，你要复制的是它的受众模型，而不是它的爆款形式。爆款是可以被模仿的，但是你的受众才是核心。这一步很多人都做错了，他们简单的复制了爆款的形式，但是却忽略了背后的受众结构。这就是你做了类似的影片，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现在频道的方向比较乱，但是不知道如何正确频道定位，我有一堂已经录制好的免费公开课，2026年 YouTube 成长蓝图，你报名之后就可以立即观看。在里面我会完整拆解现在演算法真正奖励的是什么，小频道怎么建立清晰的成长模型，以及0到1000订阅的完整路线。如果你想一次性的把这个系统搞懂，那么报名链接放到影片下方描述栏，你输入邮箱就可以免费开始观看。好，那么继续。第3步就是90天建立单一受众讯号，这一步是演算法重建的核心。我讲的直接一点，就是未来的90天，你要让演算法只记住你一件事，不是3件，不是5件，只是1件。你要问自己，在3个月之后，我希望 YouTube 演算法用什么标签来标记我？比如新手 YouTube 成长教学、AI 创造者效率提升、零基础频道冷启动。然后你所有的标题都是围绕同一族群，所有的影片都在解决同一个痛点，所有的封面风格都一致，所有的行动呼吁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呢？因为推荐系统它不是靠你的一支影片来去判断你的，它看的是趋势。当它看到你最近发的5到10部影片，它的受众都是一致的，它的行为都是一致的，它的互动是一致的，那么它就在慢慢建立起信心。信心的提升就意味着测试流量是增加的，这就是你频道曝光回来的逻辑。Really think hard about what type of conten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If you don't have passion around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be your authentic self. And fans will figure that out very, very quickly, and you're not going to build a fan base.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ink hard about what you are really, really excited about. YouTube can be a bit of a slow burn. And so if you are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care deeply about it, give it time, because you want to set expectations with your audienc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s your content going to be abo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nd how you're going to go about doing it. And that builds over time. And that builds in terms of followerships, but it actually also builds in terms of the algorithm, because the algorithm is just a reflection of the audience. 如果说你现在频道已经卡住半年以上了，流量几乎没有什么起色，那么你就不能够等待90天的自然恢复，你要去主动的去设计你的重建数据，你要去专门设计3支重建型的影片。这3支影片它不是随便拍的，而是有专门的结构的。第1支就是清晰定位型，第2支就是高价值解决型，第3支就是权威建立型。3支影片全部都是围绕同一受众，所以形成一个我称之为数据三角稳定结构。当你的这3支影片同时都满足了受众一致、表现稳定、互动集中的时候，那么推荐系统就会开始对你频道增加信心，它会重新把你频道去放到比较大的流量池里面去测试给更多观众。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你不是被限流了，而是你现在的频道讯号混乱。在你修好频道的模型之后，那么下一步你就是需要达到1000订阅以及4000小时的关键时长，去开启你频道的广告收入。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在这期影片里面我会完全拆解这整个路线，你可以现在去点击观看。